对我特别的好，我感觉跟他在一起应该很幸福，所以我就选择嫁给了他。可是没想到他后来就变了。那段时间因为工作不顺，我自暴自弃，经常和他吵架，伤害了他。那段时间真的太痛苦了，天天都吵架，我考虑了很久，选择跟他离婚了。我知道自己错了，当初不应该那样，现在我改变了，希望他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曾经的夫妻，如今还纠葛在一起。接下来让我们请出这一对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大成36岁，来自吉林，私营店主；女主人公小刘32岁，来自天津，是一名文员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愿意在这个现场把箱子里的秘密公开吗？愿意。愿意。离婚有多久啊？半年多了。资料上面说，一个是在吉林，一个是在天津，你们俩人怎么认识的呀？当初他是在那个吉林那边，我呢是因为公司公派到那边的，然后他自己在吉林那边开了一个店，因为我舅舅也在那边工作，我舅舅是他的客户，所以我就跟他认识了。那是不是就是舅舅介绍给你的？对，那个店是在吉林是吧？吉林，我开了一家数码店。数码店。当时我是做那个老人街和小灵通嘛。我基本上就是40、50的人接触我特别多。他舅舅看我这个孩子，哎呀，对老人那么好，将来也会孝敬啊，所以就是准备把他外甥女儿介绍给我啊。那后来你们结婚是你嫁到那边，还是他到天津来了呀？我那个时候单位的那个工作结束了以后，我就准备要回来。完了他就一直劝我让我留在那边。那个我父母这边不同意，非得要让我回到天津。我妈就是坐飞机去那边接我了，把我接回来了。然后我回来的时候2个多月吧，一直跟他都没有联系。然后2个多月以后，突然之间他给我打电话，他说他要到天津这边来。那边生意还做吗？不做了，我把那边店都关了。关了店就为他来了。没错。是不是当时特感动啊？当时是特别感动啊，但是那时候我家里头还是不同意啊，因为他从那边来到天津的话什么都没有。那你们俩怎么就结婚了呢？后来我就是因为太感动了嘛。结婚有几年啊？差不多有3年了吧。多好啊，为什么离呢？他后来从来到天津以后他就变了，他就一直在家里玩游戏，而且他工作没有，钱挣不来吧，然后家里的家务都不管。那时候我们家那个厕所灯坏了，我就等了他3天，我跟他说你把那个灯给装上，他就不管。3天以后还是我自己去买的灯泡，我自己装上的。我也知道我错了，那个灯特别高。行，别吵啊！你们有孩子吗？有。孩子多大？快2岁了吧。他每天就在家游手好闲，然后我说他几句他就不愿意。最严重的一次是我生完孩子以后，我在家里坐月子，然后他也不管孩子，每天都见不着人，我找他都找不到。然后偶尔我妈看见他一回，就说你今天晚上住在家里吧，晚上你帮忙弄弄孩子。大半夜的孩子哇哇的哭，我爸我妈全都醒了，全都起来了，就他在那呼呼大睡。然后我妈说了几句，他扭头就走，跑到外边去喝酒去。喝完了酒回来以后，半夜2点多砸我们家门，咣咣的砸呀！楼上楼下6层楼的邻居全都出来看他，而且那都是我父母的老邻居。他跑到我们家指着我鼻子骂我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因为你来的天津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在东北都怎么样。他说话特别过分。因为我是外地，我们就是搞对象的时候，邻里就不太看重我，对我是偏见。他们是低着头看我，我相信有一天他们会抬着头看我。可是你那个时候你做什么了呢？我有啊。那个时候你干什么了呢？我怎么没有工作呀？我去给人家去应聘的管理的职务，就是保安的管理。人家可倒好，把我派到看大门去了。大半夜的有人喊我，大爷给我开门，我能干得了吗？我在东北，我自己开店，我是个老板，对吧？我在那其实生活挺好的，我来这儿不都是为了你吗？我当初又不是不理解你，对吧？我还劝你开导你，我说咱不着急，万事开头难，咱慢慢来。你呢，一直都这么长时间，除了玩游戏，你还会干嘛？他还说我，你是不是嫌我不能挣钱了？你嫌我养不起你了？你愿意回家你就回家，你爱哪去，没人拦着你。这话是不是你说的？我不也向你道歉了吗？我也知道我错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挣钱，然后也不照顾你，是吧？所以我生孩子他都没在跟前儿。哎呦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当时吧，我在天津找工作一次受挫，你知道吗？我有时候就是没办法，我就重招就业吧，我还没那么多钱，我只能摆地摊，这么一点点的就是
维持自己的生计。等于男生说这个自己心理压力很大，反正不管怎么说，种种矛盾综合下来，你们离婚了是吧？你这半年有什么长进吗，兄弟？这半年我就是有了点余富钱嘛，我就开了一家数码店，10几平米吧，也不大。嘿，你可以啊！谁知道是真开是假开？啊，因为他告诉我我要做父亲了，我的责任更重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你这父亲做了，你还半夜出去喝酒回家砸门你？因为他的父母也不理解我，有时候给我脸子看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挺难受的。我父母没法理解你。在天津谁理解我？你对我这样，谁理解我呀？你有什么苦？你跟我说说。是他拿枪逼着你，让你放弃工作来的吗？是吗？没有。那你委屈什么呀？我委屈就是他平时唠叨，说我不找工作，说我无所事事，那你是不是没找工作呀？你是不是无所事事啊？我确实没找到工作。那完了吗？我问问你啊，孩子跟谁呢？孩子跟我呢。男孩女孩？男孩。想儿子不？想。想什么呀？没发现。看过没？看过。不想给他看。基本上都是扫地出门。能不给你扫地出门吗？你想想你当初做的事儿，我怀着孕了，我大着肚子，对吧？我说我想吃个橘子，他都不去给我买。他说谁吃谁买，我不吃我不用买。是你说的吗？是我早晨起来去单位开会去，我有一个文件忘在家里了，还有半个小时就到开会时间了。我给他打电话让他给我送去，人家就在家玩游戏，根本就不去。我大着肚子让老板数了我在那儿。本来我怀孕了，单位给我的工作就特别少，还因为一个文件忘在家里，人家能不数了我吗？不是，这个文件是你自己写的。你想过我当时的心情？你能背下来，为嘛不服输给老板？人家要的是我书面的东西，并不是我嘴里说的。人家要让我嘴里说的，我会让他写什么呢？你看我来天津，都是为了你，你知道吗？你总说你为了我，你为了我哪儿了？你为了我干什么了？我把老家的店都辞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来到这里，你知道吗？上天我也找了一份工作。行。又说了，大爷开门，大爷开门就开门呗。你就忍忍不就行了？你看我像大爷吗？啊！观众都说你了吧？他从头到尾就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。你今天来干嘛来了？我想复婚，因为我爱他，所以我想复婚。那你干嘛跟他离婚？离婚是因为当时实在是什么都没有，给不了他们任何的一个幸福的保证。现在你觉得能给幸福保证了是吧？因为我现在开的店也能赚一些钱嘛，也能养家了。在这个时候，我希望你能回到我身边来，给我一个做父亲的机会，给我做一个好丈夫的一个机会。我改了，我把我以前的臭毛病，玩游戏、玩手机游戏我都改了。你看现在，我用的是最简单的手机。我希望你能原谅我，你知道吗？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早干嘛去了你？现在来说有用吗？4位老师哈，你们看看怎么个帮法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小老板为了到异地投奔老婆，变成看门保安后自暴自弃。那边生意还做吗？不做了，我把那边店都关了。关了店就为他来了。没错。我就是因为太感动了，他每天就在家游手好闲，然后我说他几句他就不愿意。最严重的一次是我生完孩子以后，我在家里坐月子，然后他也不管孩子，每天都见不着人，我找他都找不到，而且他工作没有，钱挣不来吧，然后家里的家务都不管，除了玩游戏你还会干嘛？他还说我你是不是嫌我不能挣钱了？你嫌我养不起你了？你愿意回家你就回家，爱哪去，没人拦着你。他玩电脑，你把饭呢端到他手里是吧？然后呢，使他感觉，我心安理得。我怀着孕了，我大着肚子，对吧？我说我想吃个橘子，他都不去给我买。他说谁吃谁买，我不吃我不用买。晚上你帮忙弄个孩子，大半夜的孩子哇哇的哭，我爸我妈全都醒了，全都起来了，就他在那呼呼大睡。然后我妈说了几句，他扭头就走，跑到外面去喝酒去。喝完了酒回来以后，半夜2点多砸我们家门，咣咣的砸呀！楼上楼下6层楼的邻居全都出来看他，而且那都是我父母的老邻居。他跑到我们家指着我鼻子骂我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因为你来的天津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在东北都怎么样。我去给人家是应聘的管理的职务，就是保安的管理，人家可好，把我派到看大门去了。大半夜的有人喊我，大爷给我开门，我能干得了吗？我在东北我自己开店，我是个老板，对吧？我在这其实生活挺好的，我来这不都是为了你吗？大爷开门就开门呗，你就忍忍不就行了？像大爷吗？啊，你长得真的像个大男人，但一点都不像大丈夫。爱要有你才完美，欢迎收看《爱情保卫战》。
暖男友屡次玩失踪，称女友是闺蜜。你这次失踪是怎么回事啊？3个月前你突然就消失了，是他的前女友，后来就3番5次的威胁我，经常就是夜晚给我打电话，他也不讲话，你不离开他的话，我就找人打断你的腿。我前女友突然出现，我也很意外，我也很惊讶，我也没想到会这样。我当时就想，我帮他出面了，他就会一心一意的对我好了，就不会再跟他前女友有什么关系。后来他就给我发短信说我是他的好闺蜜。女友受不了总被甩，不想再当备胎。我现在已经不想见你了，我觉得我在你眼里真的什么都不是。有一次我走在路上的时候，我们本来是玩着胳膊之后很开心，还在那里聊天。后来他大老远看到他朋友过来了，他就马上把我的胳膊给甩开。谈恋爱是2个人的事情，你干嘛要把父母扯进来？那为什么你父母问你我是谁的时候，你还是说我是你同事呢？我现在就认清楚他这个人，就是把我当一个备胎。看着这位女生，你告诉我们，站在你对面的这位女生是谁？爱要有你才完美，欢迎收看《爱情保卫战》。大成啊，你知道强林嫂吗？知道。你有没有感觉自己和强林嫂蛮像的？一天到头，我为了你才来到天津。一个大男人碰到一点压力困难，就自暴自弃、怨天尤人。你长得真的像个大男人，但一点都不像大丈夫。小刘，你们在离婚之前，他每天赖在家里就是玩游戏。饭菜是他做的还是你做的？我做的。他吃饭怎么办？玩游戏。吃饭一边玩一边吃。你给他端过去还是他自己吃的？我端过去。见鬼了！你这不是雪中送炭，你这是助纣为虐。因为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。如果那个时候你看，他有种内疚，好，你是为了我才到天津的，他玩电脑，你把饭呢端到他手里是吧？然后呢是他感觉，我心安理得你没道理你内疚我玩呗。如果那时候你就像今天这样就好了，你给我去找工作去，我就不给你饭吃。有时候离婚有非常多的原因，你也应该反思自己，也有很多的原因。所以大成真的这么一个大男人，我也真的不想多说。这个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，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。所以你这一点自己要明白，复婚它是要有筹码的，那就是找回自信，找回激情，完全的痛改前非，这才是你的筹码。如果今天你拿不出这个筹码，休想。男人他最重要的就有一个责任心，有了事业对工作责任心，有了家庭对家庭的责任心，有了孩子更应该有一个对孩子的责任心。我是最烦的一个男人，遇到一点困难和挫折，喝酒醉得醺醺，然后跟家里闹这个闹那个，摔这个摔那个，这作为一个男人是最没有出息的事儿。姑娘，我觉得他已经都这样了，能够痛改前非了。你们之间又有了孩子，你别让孩子在没懂事的时候就失去了父爱，这一点对孩子的心灵也会有创伤。你好好的考虑考虑，尽量的希望你们能够3个人和和美美的过下去为最好。谢谢魏先生。我问问你，东北那小店生意怎么样？挺好的。为了他就关店，没错，来追随你的爱是吧？因为我觉得他是我一生最值得爱的那个人，所以我愿意为他放弃一切。但是我有点怀疑，就你们刚才所说的你的种种表现，你是一个好高骛远、动手能力非常差的一个人。我甚至怀疑你来找他不是为了追随一份爱，而是你那边生意不行了，来投奔他来了。如果你能在东北那地界从零到有做那买卖还不错，到这儿一定会做得很好的，至少能看出你的付出来。所有成功的人至少有一点是共性的，那就是他能够放下身段，做人所不能做的事情，可在你身上看不到，借酒撒疯。所以现在我倒不建议你马上就复婚。现在好不容易刚有个小店，我很担心你一旦投入了他们家庭的怀抱，你又回到了以前那个样子。我给你建议是先踏踏实实把那份小事业给做好了，但是不马上复婚并不代表着你不能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。
我怕一旦你马上又复婚之后，你的那点奋斗之心又涣散了。所以现在我建议你啊，好好的把这份事业先给做好了，等你真正证明是个男人，才能配做人家的丈夫。我觉得他们俩暂时还不能在一起。我不觉得一个男人是说我没有能力给你好的物质条件，那我们就可以分开。我有了这样的能力，我们就可以在一起，这太危险了。貌似这听上去是一个有责任感，其实是外强中干的自暴自弃。爱情就是一直以来，不管是你在低谷还是高峰状态，第一，你首先有自信能扛过去；第二，你也有自信，爱人不会离你而去；第三，你始终要相信自己有能力能够逆流而上，这样的男人才可靠。得意的时候不骄纵，失意的时候不自卑，这样的丈夫才可靠。但现在我最害怕他的是，他这会儿店开得好了，他说你可以回来，他哪天他要是事业又不顺了，他又自暴自弃地说我给不了你幸福，我很高尚的要离开你，不想拖累你。这种人往往最害人，因为他看上去是有责任的，其实是外强中干的。在感情的生活当中，对有些人的付出是很可怕的过程，因为他在一边付出的时候，一边在不断的用公式在计算你应该如何回报我。如果我所有的付出得不到一点回报的话，我便自暴自弃，我便会认为当初我恰恰是因为对你的付出而导致了我如今的困境，所以这个时候到了你应该回报我的时候，全世界都欠了我。这样的付出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过程，是个恶性循环。他现在这会儿还好，店开好了。我问你，如果你现在这个店没开好，你会来找他复婚吗？不会。那你凭什么说你爱他？你的爱和你所谓家庭的美满，以及你对一个女人的陪伴，是以你的事业的好坏来衡量的。你没有钱，你没有店，你就没本事爱她了吗？就不能尽你的义务了吗？有些男人就是这么觉得，哎呀，我被别人瞧不起啊，我没事业呀，我离开你吧，我给不了你。等我外面混好了之后，我昂头挺胸的回来给你幸福，那叫什么幸福啊？所以说老师们说的真没错，就你这高大个儿比赵川还高，比他还壮，其实内心无比的脆弱，特别的没用。我多冤枉啊，有多少人欺负我呀，活该。这不是你自己选择的吗？所以说，如果你以后克服不了这样的问题，如果你的事业还会碰上低谷，如果你一旦碰上低谷，你就要犯自卑的毛病，就要离开他，你干脆不要回来找他。这种人最起码得考虑2年，坚决不给他2年之内给他复婚的机会，看看他如果一旦碰上事业的低谷的时候，他又会不会高尚的离开？好吧。行吗？行，坚决复婚。今天如果他不同意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那我永远站在这个地方等着他同意。这算了吧。关门的，那我站在门外上等。真的站哈？真的。永远哈？永远。是男人吗？是男人。我看你快成死人了。你永远站在那等他出来，他不出来不就饿死了吗？你的店不就又完了吗？为一个知道爱的人死了也应该，为一个知道爱的人死了也应该。天哪！我要这么一听，4年之内都不能复婚，什么时候长大了什么时候再说吧。一个已经做父亲30多岁的人在这儿说，我站在你门口等到你出来，你不出来我就为你死。你儿子谁养啊？你的店刚开起来，店谁管呀？你儿子他妈怎么办呢？慎重啊！如果说离婚是你们之间没有认真的考量，没有很好的沟通造成的一个结果的话，我希望在复婚的问题上，你们双方真的能够冷静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我错了，请你原谅我，回到我身边来吧，让我做一个好父亲、好丈夫，给我一次机会。我现在已经把店开起来了，我把我以前的所有的臭毛病都改了，我也不抽烟，我也不喝酒，我也不上网。你看我这样的份儿上，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我真的很想和你在一起。我们分开这段时间里头，我一直在忙着我自己的事业和工作，
甚至我觉得那个矿泉水瓶子卖钱我都要把它捡起来，为了凑齐我开店的那笔资金。我现在回来了，好，给我时间到，两位请交换箱子。你先回去啊，请关门，麻烦您再站回去。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。你觉得一个男人如果他事业不好就抛妻弃子的话，他算有责任吗？不算。那你觉得一个真正有责任的男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？其实我就想让他变回他原来那样，特别体贴我，然后有自己的一份，我不要求他挣多少，他只要有自己的一份工作或者是一份事业就行。他在东北那个时候开店真的开得特别好，他的顾客对他的认可度特别高。因此我特别想反问一句啊，我不太相信说这个世界都是单边的，所有的事情都是双边的，各有责任。他在东北关了店之后来到天津，你帮助了他哪些？没有帮他什么。为什么不帮他？我就觉得他挺有能力的，我觉得他自己应该没问题。第一开始刚来的时候也想。那你现在觉得他有问题吗？我不知道他是真开了这个店还是假的。如果真开了你就回，没开你就不回是吗？我早就跟他说过，我说咱再干一个店。所以不离不弃这个词在你这儿又当成何用呢？考虑清楚，毕竟有一个小2岁的儿子了，你需要慎重，好吗？带上他给你的秘密，请回。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你们看好这一对吗？看好请选择赞成，不看好请选择反对。来，请选择。现场有70.83%的观众朋友看好他们，还有29.17%的观众朋友不看好。我刚才之所以把女生留下，其实是因为今天男生在现场要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表现，我需要为他争取一些时间。时间好像已经争取到了，我们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。